嗨，我是 Jasper。刮胡子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刀片拉扯胡子，最惨的就是电动刮胡刀用到一半没电的时候，除了拉扯还会卡住。大部分人遇到刀片不利、拉扯的状况，不是换新刀片，就是大力出奇迹，刮不动就加大力道，刮大力一点，或者是加大瞬间冲力，借由钝的力量增加刀片的切割力。这其实是把胡子扯下来，是不 OK 的，请不要这么做。现在你有一颗草莓，让2个小孩一人一半，你会怎么切？是这样，还是这样？这2种切法其实就是新手跟专业人士的区别。2种方式都可以切开草莓。第一种方式，直上直下往下切，如果刀片不够锐利，切割阻力会很大，草莓会被压烂。第二种方法，老司机会斜斜的切，切割阻力会变小，草莓不会压烂，切起来也感觉刀片比较锐利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拿显微镜观察刀片的边缘，不论是菜刀或者是刮胡刀，你会发现刀片的边缘并不是一直线，刀片的边缘其实是锯齿状的，也就是说，菜刀跟刮胡刀本身就是一把锯子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牛排刀。既然它是锯子，斜斜的切更符合锯子的使用方式。再来举另一个例子，你可以拿斧头砍树，也可以拿锯子锯树。把树干想象成你要刮掉的胡子，直上直下的刮胡子就像拿斧头砍树，是直线切割。把刮胡刀压进去，要切断胡子就很费力，更像是把胡子砍断、拉断，而不是切断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刮胡刀会拉扯胡子。拿锯子锯树是做斜向切割，拿锯子锯树感觉比拿斧头砍树省力。拿锯子锯树切面比较平整，不会歪勾起歘。切蔬菜水果，我们会用菜刀来做推刀的动作，刮胡子也要用刮胡刀来做斜向切割。这种斜切的动作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 Gillette Slide。 上一集我们谈到1910年 Gillette 推出 Angle Stroke 的概念，因为这个方法是 Gillette 提出的，所以后来的人称它为 Gillette Slide。Gillette Slide 有2种方式，第一种改变刮胡刀行进的方向，刀片往下滑的同时进行侧滑，也就是让刀片的行进路线由直线变成对角线运动，对角线也就是斜线。这种方式可以刮得更干净，而且刺激性更小。Gillette Slide 是斜向切割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学习如何切胡子，而不是刮胡子。你要做的是 slicing， 而不是 chopping。 不过这种传统的 Gillette Slide 有危险性，一定要注意，一定不能让刀片的边缘跟行进路线平行，也就是不能让刮胡刀在脸上横移，那就不是在刮胡子，是在演恐怖片了。一定不要让刮胡刀横向移动 ，Never。第二种是先旋转刮胡刀刀头，改变刀头的角度，然后保持直上直下的直线路径来刮胡子。它摒除了传统 Gillette Slide 可能横向移动的缺点，比较安全。这种方式的行进路线跟直上直下一样，没有学习曲线，操作起来也比较直觉，只需要先把刀头转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推荐做这一种 Gillette Slide。这种先旋转刀头再刮胡子的方式也体现在刮胡刀的设计上，就是 Slant Razor。Slant 借由扭转刀片，可以使原本太软的刀片增加刚性，倾斜的刀片也可以增加切割力，可以无脑做 Gillette Slide。我个人认为 Slant 是第一的终极设计，之后会评测不同款式的 Slant 跟大家讲解的。相较于直上直下， Gillette Slide 有几个优点。
记得刚才的切草莓吗？同一把刀斜斜的切，感觉比较容易跟省力。仔细观察木工的斜口刨或者断头台，上面都有倾斜的刀片。倾斜的刀片可以增加切割力，也就是说，借由 Gillette Slide 这个动作，你可以让原本比较钝的刀片变得更有切割力，特别适用于胡子长得比较粗硬的地方，或者胡子比较浓密的人。以前用直上直下的刮法，刮胡子会卡住的朋友，请换成 Gillette Slide 试试看。记得要做 slicing， 不是 chopping， 要切胡子，不是砍胡子。上一期我们谈到使用直上直下的刀法，要把刮胡刀往上提一点来减少压力吗？ Gillette Slide 不用这么麻烦，它自带减少压力的技能，利用的是增加刀片的接触面积来减少压力。我们知道压力的公式，如果 F 值力量是固定的，面积越大，压力就会越小。要减少刮胡刀在脸上的压力，就必须增加刀片的接触面积。举个例子，没躺过针山应该也看过针山。躺针山并不可怕，因为这么多针形成的面积让压力变得很小。但是如果把针山换成一根针，不要说躺上去哦，小孩子听到都会哭。譬如说下颚线这个区域，弧度变化通常比较大，通常只能用到一小部分的刀片面积。这个长方形是下颚线刮胡子的区域，不论是长方形的长边或者是短边，它们的长度都不如对角线来得长。线条越长，代表接触面积就越大，压力就会小。一般直上直下就是刮胡刀摆直的， Gillette Slide 就是把刀片摆在对角线，换个方向刮就可以摆另外一条对角线。也就是说，相比于传统直上直下的刮胡子方式， Gillette Slide 接触的面积更大，压力更小。刀片摆斜的另一个优点是，比较狭窄的地方也可以进得去，比如说鼻子下面、嘴唇上面，除非你的人中比刀片长，不然这些小地方刀片摆斜的，可以摆更多的刀片面积进去。刀片间隙指的是刀片跟护杆的距离，刀片间隙越大，刮胡刀越能容纳以及刮除更多的胡渣。刀片间隙大的另外一个优点，两边距离变宽，会更稳定。我们可以把刀片间隙想象成这个长方形，当长方形平放的时候，刀片间隙就是这个长方形的宽度。当我们直上直下刮胡子的时候，刀片间隙就是这个大小。如果我们旋转这个长方形，我们可以看到刀片间隙居然变大了。也就是说，旋转刮胡刀的刀头，刀片间隙会变大，可以刮更多的胡渣，刮胡刀的刀片角度也会更稳定。虽然刀头的旋转角度越大，刀片间隙就会越大，但是记得不要转过头，一旦转到90度，你的邻居就会听到哦咦哦咦了。Gillette Slide 可以使用更多的刀片宽度，这其实也在讲另外一件事，可以把磨损平摊在刀片上。这是我新买的工具钳，捡到一个姓 David 的铁丝就变这样了。我们脸上的胡子跟铜线一样硬，如果用直上直下的方式刮胡子，刀片跟胡子中间的应力会集中在一个点上，会造成刀片卷刃或是缺口，也就是 key卡。有用过菜刀剁东西，或是拿钳子剪到剪不断的铁丝，就能体会缺角 key卡的感觉。Gillette Slide 借由斜切的动作，可以把应力分摊到更多的刀片面积上，刀片不容易 key卡，刀片寿命也就更长，更耐用。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，你也可以拿一把刮胡刀自己试试看。把刮胡刀放在手上，抬高手柄，上下转动，是不是很容易转动？然后刮胡刀直线往下拖动，在拖动的过程中，刀头一样很容易转动。刀头容易旋转，
也就是刀片角度很容易改变。这其实是不 OK 的哦。也就是说，使用直上直下的方式刮胡子，刀片角度容易改变，会造成切割的深度不一致，很容易就 GG 了。我们一样把刮胡刀放在手上，不要上下转动手柄，而是左右摇晃刮胡刀。是不是比较难转？晃动幅度比较小。然后我们试着把刮胡刀做斜向的拖动，也就是做 Gillette Slide 的动作。刀头比较稳定，不容易翻转，刀片角度改变不大，而且很好控制，自然就更不会刮伤。尤其是刀片不容易改变角度这一点， Gillette Slide 针对那种甜蜜点很小的刮胡刀特别管用，也就是那种容易造成刮伤、比较激烈的刮胡刀。把刀头摆斜的，做 Gillette Slide， 可以很简单的保持刀片的角度。万一你在刮胡子的时候，突然看到敷面膜的老婆唰姐拿刮胡刀的手不小心抖了几下，会怎么样？ Gillette Slide 的刀头如果不小心转过头，刀头会被顶起来，刀片会离开皮肤。只要刀片不是横向移动，理论上是比较安全的。从显微镜看刮胡刀，刀片的边缘是锯齿状的，锯子就应该要有锯子的正确使用方式，所以使用刮胡刀应该就要像使用锯子跟菜刀一样，使用推刀的方式做斜切的动作。你要做的只是轻轻的把刮胡刀推出去，是非常省力的，而不是花更大的力气，用直上直下拖动的方式把胡子拉断。达文西说过，简单是复杂的极致表现。只要做到 Gillette Slide 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就可以有这么多优点，改善这么多刮胡子的问题。让我们总结 Gillette Slide 的优点： 1. 刀片的切割力更强； 2. 减少压力； 3. 更大的刀片间隙； 4. 刀片寿命更长； 5. 容易保持角度稳定； 6. 更省力。这简直就是 buff 拉满的技能，小小一个动作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，请一定要试试看。我认为 Gillette Slide 比较适用于大面积的平面部位，像是脸颊这些比较平坦的地方，但是一些弧度比较大的地方，像是脖子、下巴这些区域，它就小可淡薄吃力。不过有另外一种刀法，它可以适用于任何部位，还可以一次动作就将侧刮跟逆刮同时完成。它就是这个系列中我最喜欢的 J Hook。